相机不一定是哈苏，雪茄不一定是高希霸，但是来旅游一定要来古巴。大马毛本环球跑，东一脚西一脚，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大志》。墨西哥亡灵节，古巴老城。我在现实中亲眼看到童话电影里的场景，在现在的2024年拉回几十年前我小时候的生活记忆。空间和时间上的来回拉扯，这种感觉太神奇了。采风超级摄影团为期14天的行程，聊聊整个行程的旅行攻略，还有摄影经验和器材选择。咱们细说说墨西哥亡灵节和古巴老城的行程攻略，像我们的旅行感受，当然了，还有像是否安全、当地物价如何，还有说吃啥、睡哪儿、怎么上网，这些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关注采风摄影，喜欢摄影旅行的朋友不迷路。废话少说，咱们整片开始。这次是10月底，先飞过半个地球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去北边的瓜纳华托，然后再飞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然后再坐车到海边的小城特立尼达。逛亡灵节就像去现场听演唱会一样，演员和观众一起起哄，再牛叉的拍摄画面和音响也没法还原现场原地蹦迪的这个兴奋。亡灵节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这次呢又赶在周末。去北部的山区产银的重镇瓜纳华托，那地方也是超级的热闹。这个靠在山谷里的城市就是电影《追梦环游记》主人公所在的城市的原型。整个城市在日出前后这1个小时会显现出电影里原型一样的紫罗兰的颜色，还原度极高。拍摄设备的搭配，这次行程紧，环境复杂，最终采用了相机上顶着运动相机的拍摄第一视角这种超便携的方案。全程只使用了哈苏的 XRD 加上 Insta360的 Ace Pro 2代运动相机，这2款设备也是在平面摄影和运动相机2个门类里边画质最出众的型号。总之就是要极致的便携，要极致的画质。使用了哪些相机镜头，这是一个大话题，我想单独开一期细聊。来亡灵节能不画个脸凑个热闹？这叫什么话来着？画成灰儿我也认识你。你傻逼了！画完脸这 Face ID 不认了。其实亡灵节这大游行啊，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项目，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内容。后来是从什么呢？就是007那电影，就是那个 Daniel 跟在那个叫什么那杀手嘛，然后在亡灵节人游行里边那队伍里边啊躲来躲去打，就那个。从在之后，因为那个电影才把这个亡灵节的这个游行变成一个著名的旅游项目。这种旅行记录仪式的拍法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素材量极大，拍摄一时爽，后期火葬场。但是我从之前 Ace Pro 2代发布时做的一个画面测试，我对它的画质还是有信心的，干脆一咬牙就是不拍 log， 直接直拍直出。Ace Pro 2代全程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运动相机视频的画面和照片的穿插，并没有明显的画质这种跳跃感，好不好看您自己看。提示一句啊，就是所有视频画面我都没有做调色，只是拉一下高光，还有个别画面调整一下暗部曲线来适配显示器而已。还有个使用上的细节，就是这次在墨西哥古巴，当把运动相机作为街拍设备时候，本来给运动相机设计这个超宽视角，在街头用呢感觉有点太空旷，所以我会经常打开 Ace Pro 2代的2倍数字变焦功能。这个功能我发现是可用，而且非常实用。相机融入其中，你是在这儿
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我手里这漂亮的娃娃没有？这就是在游行队伍里边一小姑娘随手发给我的。哎呀，最好的一个礼物，特好的一个纪念品。这种花车的游行我也参加过，但是在墨西哥亡灵节这是我参加过最好玩、最热闹的一次。哇，周围的这个怎么着呢？天气也舒服，人也特热情，而且这个参与的人和旁边观众的人，我觉得完全是融为一体的。然后大家都像在开一个大 party 一样，然后这音乐一直不断，好像整个游行大概要持续3个小时，时间好长啊！嗓子都喊哑了，好玩。总之就是特别好玩，一定得来试试。我终于从人堆里挤出来了，就是是这样，这个场景确实跟电影上的是一模一样。当地人在这儿来追思自己的亲人，摆着特别漂亮的那个万寿菊，确实是这个场景。但唯一不一样就是人忒多了。哎呀，我们都想要不然熬到后半夜，等人走了就剩鬼的时候再回来。墨西哥的一瓶可乐大概是20个比索，20个比索差不多就是1个美金，哎，还行。哎，你就看这墨西哥的厕所，真的，你从墨西哥的监狱你估计都能跑出去，但是你想不花钱上墨西哥厕所不可能。你看这安防，多老了这。什么叫摄影艺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凑近了，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家庭合影；如果你往后退一步，让人群从人家嘎吱缝里边拍出来，这就是一张纪实摄影。然后你就把相机斜过来，这就是一张理光的纪实摄影。怎么样？摄影的真谛 get 到了吧？用 Ace Pro 2代配合相机，在便携性上了一个台阶。收音呢，我就直接用 Ace Pro 2代的内置麦克风直录。您注意啊，在喧嚣和安静的环境，以及面对相机和背对相机的声音，都是非常可接受的。你就听这外边载歌载舞这样子吧，就不太能跟这个死亡联系起来。只要你一换长焦，前面保证给你出一需要广角的镜头，然后只要你换上广角，前面马上出一个需要长焦拍的画面。运动相机如果能够全方位进行收音，就特别不依赖外界麦克风，也不用特别照顾这个相机的摆放位置。这次拍摄的附件运动相机3宝是都市版，包括热靴接口、短的自拍杆，还有这个项链。所以用主观视角，还有旅行记录仪，还有自拍视角，这3个视角足够撑起一部完整的旅行视频，使用体验是足够愉快。走专项了，彻底走专项了。关纳华托这边全是小道，方向感不强的人，我觉得到这绝对痛苦。就是我们这拿着 GPS 地图的话，都得就跟看风水一样，拿着地图在这找。哎，而且这边全是坡，手都累死了。你看天上那个彩条了没有？天上那个彩条，这是日落的时候啊，整个下边就是光线开始暗下去的这个瓜纳华托的整个那个城啊，我们跟大家在这欣赏日落。之前的日出日落已经拍得够不够了，还有很多的照片，然后今天就在这儿静静的观看日出日落，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件事，因为只有在日出日落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时间这个东西，就时间的流淌。你看，时间是公平的，一天24小时，1小时60分钟，每一秒对于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白天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刷上手机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只有在日出日落的时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能感觉到，哇，这个地球在旋转，太阳在升起，月亮在升起。尤其早上起来，尤其日出日落的时候，你就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然后我觉得墨西哥这地方呢，我可能还会再来，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
更神秘、更让人好奇的地方。下边就是绿油油的古巴了，准备触地啊，减速。Hello。解释一下，因为飓风的原因嘛，然后这个加油站没有电，所以咱们那个车在等加油。刚到古巴就给了一下马威，你看外边这个四处漏雨的停车楼，我们的车一直在等加油。那没办法，车来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得跟其他的团拼一辆车过去。好，谢谢，拜多了。您干的，向中国问好。棒棒的，哎，鸡飞狗跳的到了古巴，但是呢，就是这个气氛我已经感到了。这老哥用中文说的真好，然后天上呢出了一道双彩虹，希望我们这个运气啊能够。Yes。黑洞洞的酒店，哎，你猜怎么着？停电，见过这种没电的前台吗？没有，这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欢迎来到古巴。你要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游客，你绝对不要来这儿。你到这儿之后就是各种焦虑。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游客，我觉得你算是找对地方了。我在这边过马路还是东张西望的，就习惯性看车，但是根本就不需要看车。早上7点的大街，你看见没有？往4个方向看，空无一人。里边这个原居民的巷子，要不要进去看看？敢不敢进去看看？这一路安全吗？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这是我从我们的旅游大巴上拍摄的，外边黑黢黢的街道，你觉得吓人吗？其实古巴停电是常规操作，各个酒店呢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其实我觉得整个的古巴和墨西哥的治安还好，跟我去过的其他的旅游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呢，那些景区的小贩都不算是怎么撵游客的，走在路上很自在。我们到了古巴的第一个早上，我就在日出之后背着相机去老城溜达，拍照片是流连忘返。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敌意，却让人民来受苦。但是现在游客也好，居民也罢，虽然大家语言不通，但是谁能拒绝善意的眼神和微笑呢？古巴这地方为什么适合哈苏和莱卡？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带包浆，天然包浆。无论是路上开的车、店里用的家具，包括街道和楼，全是被人盘了几十年都没重新翻新过的那感觉，所以就出片嘛。就在古巴。早上起来巷子里溜达，那感觉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街上开的车全活了，拉达的原版、波罗乃兹的原版，都在这找着了。然后大家街坊邻居都认识，早上起来上厕所打招呼，然后去买早点。早点呢，就是拎着个塑料袋，然后拿着自己的粮食本，领过的打个勾，然后呢做一个标记，然后今天的这个粮食的配给就算用完了。你看，在门牌上贴着这个标志的，就是旅店，而且蓝色的是可以住外国人，如果红色的就是不能接待外地人。外国人，你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巷子里边，基本两边的房子里边，你看都有这个标志。这就是古巴的早餐，非常的简单，肯定不会饿到你。我待的酒店是特里尼达最好的酒店，相当于北京3遍贵宾楼。但是就这样的话，早餐的供应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当然了，我有些吃的我没拿，那些好看的吃的我没拿，但是大概就是这样。新鲜的鸡蛋是没有的。
因为鸡蛋非常贵，30个鸡蛋要10多美金，也就是1美金只能买2个鸡蛋，所以当地人是吃不起的。你要记住，这边人的收入啊，多数人1个月的收入只有20-30美金，所以你说你吃俩鸡蛋，相当于吃掉人1天的工资，非常奢侈的。这边酒店里边也没有那种摊鸡蛋，那种 omelette 里边是掺着面糊的。然后你要是去这个喝咖啡，要牛奶的话，那牛奶倒出来是半透明的，我不知道是勾兑的，还是已经是倒水的，还是说奶粉冲的。总而言之，不是纯牛奶。牛奶、鸡蛋这么简单的东西，在这边很匮乏，因为它所有的蛋类、肉类、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哥伦比亚这些地方。对这边人最大的尊重就是适量，然后光盘，千万别要浪费食物。古巴的物价，基本吃的东西是在100多到800-900比索之间。现在的汇率是1美金黑市换300个比索，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你看，就这么点儿吃的，没有花生、玉米面，然后没有蔬菜，没有蔬果，花生、玉米面，就这些了。哇塞，这有一个卖绿叶菜的，这多少？40个比索。这应当是我见过最贫瘠的市场，货架上都是空的，然后就有点罐头，就有点佐料，然后完全没有想象那种物质，完全没有，啥都没有。所以早上起来看那些钓鱼的人，我觉得不是爱好，纯是整饭吃，就是点腊肉，然后就一点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多的东西。这是所有卖肉的档口能见着的肉。这个怪不得要随时关门呢，就这点冷气能有电运行就不错了。这是从哈瓦那到特立尼达中间的一个休息站，从哈瓦那到特立尼达300多公里的路程中间啥都没有。你一路上蓝天白云很漂亮，但是路上几乎没车，时速可能也就是在70-80公里的路上来徘徊，甚至都不到，可能有的地方也就是60-70公里。所以300公里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要开6个小时。这路上上厕所你随便了，到处能上，但是你吃东西这么着，马路边上连个卖西瓜的几乎都没有。索雷瓦，敬我们古巴的兄弟们。在这儿待了2天，都不浪费粮食。对于摄影师来说，每天2个好的拍摄时间，一个是清晨，一个是黄昏。清晨的好处是在于大家都没起，然后整个街区、整个城市你觉得都是你的，然后安静。然后晚上的好处是人多嘛，对不对？热闹。所以说，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拍故事类的话，肯定就是黄昏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特别的敏感，对光线敏感，那我觉得是早上。我是属于早上那波的。哇，你看看这风景，只有早起的人才能欣赏呢。这是给早起人的奖励。早起可能后悔，但是晚起一定后悔。大马包本环球堡终于到新一岛，我们就在古巴街头。看过周董那个 Mojito 吗？我们就是在从款的海边，然后坐着古巴的老爷车，然后巡游在最漂亮的古巴的黄金海岸。哟呼！P 牌的是本地人。K 和 W 一般都是外国人。古巴为什么这么多老爷车？就是古巴那时候其实离美国很近嘛，所以30、50年代来的车都是什么雪佛兰啊、Dodge 啊，就是那些美国的车。但是跟美国关系搞差之后，就被经济封锁，所以这些老爷车一直用到现在。外边的新车也进不来，
所以整个的就很尴尬。然后这些老车就一直被迫服役到现在，但是成了古巴街头的一景。你能想象到后边湛青碧绿的这片山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古巴有联系吗？没错，对面就是墨西哥湾，这后边呢就是应该是加勒比海。这次我们来古巴，确实上遇上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挫折，比如说台风，对吧？让我们的航班整整推迟了1天。比如像落了地之后，就是机器加油站缺油，所以导致我们那个车根本来不了。然后包括我们到了酒店以后呢，就是大停电，整个摸黑。但是这些东西都抹杀不了我们在古巴得到的惊喜。你要说古巴这地方到底值不值别人推荐来，我觉得啊，如果您是个人的旅行者，我强烈不建议。真的，这已经是挑战旅行，绝对是难上难这个级别的地狱级别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同伴，能找到合适的组织者，大家一起来的话，我觉得古巴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好了，关注采风摄影生活杂志大马猫本，东一脚西一脚，带你玩遍这些摄影好玩的地方。古巴的信号就别指望了，反正首先 eSIM 肯定没得卖。然后这个电话卡据说这边也卖光了，就算是有电话卡好像也没什么信号。反倒是朋友从中国移动的在大城市里边还能有信号，而且还是4G 的信号。但是基本上村和村之间，你想人都没有，信号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各个酒店都有自己的 WiFi， 这一个房卡里边只能2个用户来使用。所以基本上你的上网是可以上的，但是你懂的，就不是太方便。然后包括我用 iPhone 的视频通话是不可以用的，然后 iPhone 里边的这些微信的小程序都是不可以用的。我觉得在古巴上网谈不上是数字鲁滨逊吧，但是也直接就给你拉回到这个原始的状态。台 TV， 然后按一下 OK。中文国际，这是美洲的，所以这个是 CCTV 4嘛，我看家乡的味道。我想在电视里边看见中文了。大家看一下啊，哈瓦那的晚高峰也就是这样了。哎呀，快点！对，夏利、奥托在后边就是哈瓦那的滨海大道的日落，这是滨海大道晚高峰，路上车就这么多了，行程基本上就快结束了。随着拍一天这个夕阳，就觉得少一天的行程。你要说这一趟行程累不累？真的是累。每天早上6点起床，每天晚上差不多12点、11点才睡觉，修图啊，但是你说有没有收获？开不开心？开心，非常开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帮朋友能够一起玩、一起拍照，然后一起收获满满，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充实。古巴这个地方，我早晚还得来，早晚还得带着一帮爱玩、爱拍照的朋友来。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我大马包文。更多的关于旅行摄影的节目，请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下回再见，1个月之后南极见。